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从天亮时分呢跟踪到这儿来哈，咱们在指月线上再聊一阵儿。今天咱们在这儿就聊两个新闻哈，一个新闻呢就是又一个中央委员落马了啊，就是中共农业农村的党组书记、部长唐人健，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啊，目前呢在中纪委和监察部呢进行调查。这个呢是已经官宣的啊，官宣的时间呢是在礼拜六，就是昨天5月18号。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福州高官聚众淫乱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咱们不想谈这个事件本身啊，咱们只是就这个事件呢会说一下，是不是跟蔡奇还有李强内斗有关系。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唐人健落马这个事儿哈，这个呢是习近平第3任期内第2名被公开的中央委员级别的官员落马。除了唐人健之外，我们知道秦刚跟李尚福呢也都是中央委员、部长兼国务委员啊，一个是外交部部长兼国务委员，一个是国防部部长兼国务委员，而且都已经落马了哈，但是呢都没有官宣。那么还有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呢，这是官宣的啊，是2023年的9月26号，是火箭军的前司令李玉超啊，他也是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去了人大代表的资格。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这个传说中出事儿的中央委员啊，一个是火箭军的前政委徐中波啊，还有一个呢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前司令具前生啊，都传出了这个落马的这个传闻哈。但是呢，在今年两会的时候，看到火箭军的前政委徐中波呢，仍然是肩扛上将军衔出席啊，似乎已经平安落地。但这个是非常古怪的一件事哈。咱们刚才说过，每一个上将的话，他都有他自己管理的一个具体的。要不然是军种啊，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像国防大学，类似于这样的，它都是有一个职务的哈，就是你有管的一摊事儿。但这个徐中波什么都不管啊，他只是一个这个上将而已啊，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实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具前生，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前司令啊，但是呢，这个具前生出事的这个事儿，这个消息呢也传得很广啊，但是呢，他呢是以战略支援部队整个军种被习近平解散的方式啊，失去了司令的职务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出事儿了啊，就是这中央委员里边就有像具前生啊，像徐中波呀，但是这个呢都没有官宣哈，然后呢，秦刚、李尚福，这是肯定是出事儿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李玉超啊，那么还有这个呢就是唐人健，唐人健算是最新的一个出事儿的中央委员。关于他违法到底违的是什么法啊？到底违了什么纪？党媒喉舌并没有具体的指出。唐人健他的这个政治履历还是很丰富的哈，他曾经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啊，担任过这个广西政府的副主席，还当过中央财办的副主任啊，还当过甘肃省的省长啊，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什么阶段呢发生了这个腐败。如果是在这些地方，比如说地方政府，广西也好，甘肃也好啊，或者到中央财办，那就是一个普通的腐败案子。但是如果他是在担任现在的这个职务，就是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期间的腐败，就不能不让人担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那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话呢，这个其实啊，这个习近平从上台之后就一直在讲啊，反复的讲，是因为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呢变得越来越低啊，就是已经很难做到自给自足了。美国之音呢，在2023年年底啊，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篇报道啊，就是叫做为什么习近平总是强调粮食安全啊，说饭碗端不牢或为中国的一大软肋。中共自己的官方统计数据啊，他就讲说中国的粮食已经连续19年大丰收了啊，市场供应非常充沛。其实就包括在2020年疫情期间呢，很多农民被封在家里啊，那一年其实中国的粮食应该是减产很严重的啊，中共还是吹嘘说他们获得了大丰收啊，小麦获得了大丰收什么之类的。我还记得2020年的时候，我做了一期节目哈，特别讲这个各个地方这个数据的比较。那这个数据的比较呢，就是明明我们看得出来的哈，就是大家都在说减产呢，但最后总体的竟然还是增产了，很奇怪的一个事情。那中共自己呢，负责粮食供应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局长丛亮呢说，中国口粮的自给率在100%以上是绝对安全啊，就是说我们不从别的国家进口粮食啊，但是呢，我们自产粮食足以养活全国的人口。但是呢，大家知道哈，这种口粮说能够养活全国人口，指的就是什么大米呀、小麦呀之类的哈，这种哈。但是呢，就是广义上的粮食种类还是需要大量进口的。我们知道中国一年啊，光进口大豆就超过1亿吨呢。然后呢，这个玉米啊也是大量的进口，榨油嘛，就玉米的话也是大量的进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有一个报告哈，说到2021年到2025年的“14·5”的末期，就是2025年的时候，中国大概会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其中谷物类缺口大概是2500万吨。中国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去年的粮食进口，就是指的是这个2023年哈，粮食的进口呢高达1.4亿吨呐。相比之下呢，全国的粮食产量只有6.8亿吨啊，所以等于是中国的粮食进口呢，大概占中国总共消耗的粮食大概将近20%。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数据的话是相当的触目惊心的，等于是中国的粮食自己只能够达到80%，而且就是说这个最近20年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是变得越来越低。这个中国有一个叫做食物安全保障水平哈，2000年的时候的话呢，能够达到93.6%，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说，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自己就吃饱了，就自己生产东西自己是能吃饱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已经降到了65.8%。所以大家可能看到，就是说中共从全球进口粮食这几年进口的特别多，造成整个这个全球粮价的上涨。其实俄乌战争大家不要觉得说是跟这个中国没有关系哈，就是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产粮区。中国以前是从乌克兰从俄罗斯大量的进口粮，但我们知道是从那个美国进口大豆啊，恨不得一年进口将近1亿吨大豆。但是很多谷物类的啊，小麦之类的话，也是从乌克兰进口的。所以这个俄乌战争的话，其实对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还是有影响的。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规模减产的问题啊？这里边就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的话，就是中国现在制造业的崛起。制造业的崛起的话呢，就是造成很多地方的话，它要工业化，工业化就造成耕地的减少嘛，就是很多地方都建工业园区了，还有的地方的话做房地产开发了啊，所以中国的农田变得越来越少，这个是中国粮食生产出来的粮食越来越少的原因。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专家也没有讲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很多年轻人的话，他们是不愿意种地的，他不愿意种地怎么办呢？他就到这个大城市去打工啊，当建筑工人呢，或者干嘛，因为他挣钱多嘛。那这个时候农村的话，就只有一些留守的老人啊，或者是妇女啊，或者是小孩子种地，那他们的力气本来就不足啊，那他种地的话，当然这个就没有年轻力壮的人种得好嘛。所以这可能我觉得也是中国粮食这个自给率变得越来越低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中国的粮食的种植成本特别高。美国的粮食种植大家可能都看到过美国的那种就是粮食种植，它的机械化水平是很高很高的。在美国那些产粮的地方啊，你能够看到就是那种恨不得这个粮食在一边收割的时候，那个收割机里边的话就开始对这个粮食进行脱粒，然后就开始加工，完了之后就开始往外喷那个粮食了。就它整个那个收割机，而且那个都是特别特别大的那种收割机，它那整个田野上整个开过去的时候的话，就一片就全都给收割完了。那真的是包括它收割菜呀，那什么萝卜土豆在地底下的话，它把它挖出来，那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效率。那这样的话就造成说美国呢，因为效率高嘛，所以说它种田的单位成本就比较低。比如说小麦在中国种1亩小麦的话，成本就将近1000块人民币，美国的话换成人民币的话，大概只需要318元。所以你看美国地大物博，地广人稀，但是呢，就是说它种田的成本的话，比中国还要低，它有那种规模效应。中国的话就一个人种一小块地就是它很难有那种大的机械化生产。当然中国也很难做这种机械化生产，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人失业嘛。我们是就着这个唐人街落马这事儿就是说一下这个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就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很多时候就是你真的是不能看官方怎么讲。很多时候这个中共官方一查说这个粮仓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储粮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就会发生这种粮仓失火事件。所以很多粮食可能进了粮仓之后的话，又被倒卖出去，被这些硕鼠都给倒卖了。倒卖完了之后的话，卖了钱，别人来查的时候的话，就放一把火烧掉，就说这个粮仓失火。所以这个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讲说我这个打台海战争一旦爆发之后的话，说我们就怎么样了，你不会怎么样的你这个第一你打不下台湾，第二的话，如果你真的被封锁的话，你的能源你的粮食都会出问题。20%以上的粮食是进口的，对吧？这个到时候一旦没有粮食了之后的话呢，这个酿酒也出问题，猪肉也出问题这个榨油也出问题，很多方面的话都会出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说完这事儿的话，咱们说一下这个福州高官淫乱这个事情福州高官他们有一个
很多他们的这个福州的地方官员呢，他们都聚集在有一个地方叫做三坊七巷。这地方的话，我估计就是几个胡同了，就可能像当年北京的八大胡同一样，就是这些地方的话，就是官员们去这个淫乱的地方，而且是聚众淫乱。这个事情呢，现在是有一些视频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传出来的，很可怕啊，非常可怕，涉及到很多福建省的正副省级的官员、正副厅级的官员。目前网上在传的名字有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梁建勇啊，这属于这个正省级的官员了，还有前省长黄小晶啊，正省级官员，还有福州市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林金宝。这个人因为是福州市委书记嘛，所以他是这个省委肯定是省委常委了，他其实比省委常委还要高，他是省人大常委会的党组副书记啊，所以他呢就是现在林金宝已经落马啊，已经被免职了，被一个这个女性官员取代了。此外呢，还有这个福州市的常务副市长张定峰等啊。常务副市长的话，就市长不在的话，他就相当于市长啊，属于第一副市长。这个据说呢，涉及到的中高层官员多达120人啊，商界中还涉及到华为。这个案子表面上是新华社暗访揭露出来的，然后通过内参直达习近平。但是呢，现在新华社的副社长、总编辑吕岩松呢，5月14号已经到福建啊，和这个福州省委书记周祖义握手言和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国官员真的没有几个干净的哈。你看新华社曝光出这个福州的这个聚众淫乱的事情，其实新华社自己以前那些官员们也都很淫乱啊，就像这个蔡明照啊，大家知道就是令计划的朋党嘛，他就是曾经被捉奸在床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蔡明照当这个中国新闻办主任的时候，有一个副主任叫李武峰啊，突然之间从国新办6楼洗手间跳楼身亡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大家记得那个互联网沙皇卢伟，大家记得哈，网信办的那个卢伟，他呢就是当时有，我不说了，反正很恶心啊，反正就是这个当时淫乱的这个事情啊，后来呢他也是被抓起来了啊，被判刑了。那这一次的话就涉及到这个林宝金啊，不是林金宝啊，我读错了，林宝金啊，林宝金的话是福建本土出生的这个副省级的干部，是60后的官员，2020年9月份的时候才上任啊，干了这个3年多。5一长假之后突然被免职啊，换上一个女性啊，就是叫做郭宁宁的啊，把她给这个职位给顶下来了。很多人就觉得这背后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哈，这样的一个视频能够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传出来，而且传的那么广啊，传到国外，并没有马上这个把它删除啊，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高层内斗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福建官员啊，这个他们都是跟着蔡奇的啊，蔡奇是属于福建帮嘛。然后李强这边的话呢是属于浙江帮，明显的就是浙江帮这边呢，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不太受宠啊，以李强为首的就不太受宠啊，包括李强本人啊，经常被习近平耳提面命啊，然后呢这个经常非常低调啊，这个什么人大记者会也取消了啊，这个什么耶伦来的时候一开始都没见他啊，宁可见这个已经退休的刘鹤也不见他啊。这个反正很多非常重要的过去跟该总理出席的场合啊，包括这个中国高层这个发展论坛，本来呢每次都是应该由他来主持啊，后来又变成习近平了，所以你就感觉到李强是明显失势啊，整个这个浙江帮官员都灰头土脸。蔡奇呢就很嚣张啊，每次习近平出访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蔡奇，感觉好像是蔡奇已经虽然在这个人大常委会中他排名老5啊，但是呢实际上他已经是这个2号人物了啊，而且3号人物被他拉得远远的。那么现在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呢，就有可能是在打蔡奇的脸。从理论上来讲，因为蔡奇他是管这个宣传的啊，他作为他除了这个做中办主任之外呢，在整个宣传口上来说的话，蔡奇是说了算的啊。他如果想封杀谁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事情的话，竟然流传了很广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背后呢肯定是有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在支持。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人权力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是收敛一点比较好。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势不可使尽的，就是你真有权力的话，你不要把它用到顶啊，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把那么多人压在你的下面，那会得罪很多人嘛。所以其实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智慧啊，像老子讲这个上善若水啊，他说这个水呢，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啊。这个水呢总是往下流。往下流的特点呢，就是它不会给人压力啊，所以呢，这个老子就讲说，这个做官啊，他说这个你要想办法把自己排在别人的后面啊，不要老往前面抢。
当你把自己摆在别人后面，摆在别人下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如果你当官的话，对我们是没有压力的啊，于是大家就都愿意把你抬起来啊，抬到自己的上面去。叫做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啊，就是当你不去争的时候的话呢，反而你可能会爬到，不是说爬到吧，就是你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是你看蔡奇的话，就明显非常嚣张，你看他那个脸，每天都是那种非常阴沉啊，非常的阴狠，随时感觉好像是要收拾谁的那个样子。当然他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是一种权力的展示啊，是一种威严，但实际上的话呢，他这样的这个态度的话，很多人都会盼着他出事儿了啊。所以呢，这个福建这个事儿出来之后的话，很多人就会看蔡奇现在到底是什么反应。反正总而言之，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传得这么广，我只是在讲，就是跟这个如果中共内部高官没有一派去要打蔡奇的话，这个事情不会在网上变得这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火爆啊，然后甚至导致这个福州市的市委书记下台。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聊这两个新闻就聊到这儿了哈。咱们按照惯例呢，每次咱们都还会跟大家这个周末时候有一个互动哈。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还剩下这么10分钟的时间吧，咱们就跟大家这个来这个聊一下哈，就是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啊，或者是问题。有的时候大家其实也不用非得问那种特别严肃的问题哈。我知道我这个频道呢，经常有一些宏大叙事啊，就讲一些什么国际关系啊、中美关系啊、习近平啊。高层权斗啊，俄乌战争啊，经常会谈这些东西啊。其实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哈，这个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这个大家来讨论嘛，对吧？有的时候的话，你们的如果观点很好的话，我念念你们的观点其实也挺好，你们的声音的话也能够被别人听到。OK， 好，现在第一个问题，天亮老师好，目前全球的趋势都在反共，都在设法减低与中共的政经往来，为何在这趋势下仍有台湾的政治人物想携着人数优势强推高达2兆的建设法案，用于引进“一带一路”，以及藐视国会罪，为中共的渗透台湾大开后门？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有的人他不一定真的是特别的亲共，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政权丢给民进党，他们心里边不服气，然后呢就觉得谁能干死民进党我就跟谁啊，他就觉得就是民进党是我的敌人啊，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啊，因为民进党的话他是这个反中共的嘛，那所以呢，他就觉得说，那我如果跟中共联手的话，我的势力就会大啊，然后我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他是这样一种想法，非常的幼稚哈。其实呢，就是说你在跟民进党争的时候的话，你还有斗争的方式啊，比如说通过选举啊，通过媒体辩论呐，通过一些什么其他别的方式啊，就是这个甚至还有独立的司法啊，如果有纠纷的话可以诉诸法庭。你知道，如果你要是共产党来了之后的话，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你跟民进党斗争，你是有手段，你是有方法啊，你有很多的途径的。你跟共产党去斗的话，你什么途径都没有，你真的就会被剥夺所有的权利。你不会有独立的媒体，不会能够发出你自己的声音，不会有任何独立的司法机构为你主持公道，然后选举也没了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是看不清楚这个问题啊，他总是觉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我记得我和这个国民党，其实我们1月份的时候去台湾。除了跟民进党相关的人员这个有见面互动之外，跟国民党这边的话也有一些人见面互动，其中有一个人就跟我说这个民进党比共产党还坏。当时我听得真的很吃惊啊，我觉得你从来都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你根本就不知道习近平是怎么想的。至少比如说蔡英文也好，或者是这个赖清德也好，他们没有想做终身的总统吧，对吧？习近平他可是想终身掌权的，对吧？那你怎么会去这么看问题呢？或者说这个民进党比这个共产党还坏？民进党的那一切东西，在共产党眼里面看的话，真的是小儿科啊！民进党那些这个政治运作呀，他的这个手腕心机啊等等，那跟共产党真的是没法比。你真的只有被共产党的铁拳锤到了之后的话，才知道共产党有多可怕啊，非常可怕。共产党他的目的其实不光是为了掌权。大家知道哈，其实有很多的过去的那些皇帝也好，国王也好的话，他也想掌权，终身掌权。但是呢，关键的问题是共产党他的掌权，他是以败坏这个社会、败坏人的道德作为前提的。因为共产党他掌权的过程就杀人如麻嘛，然后后来等到他真正掌权之后，这个历次政治运动的话，杀人如麻啊，从这个什么这个正反。这个三反五反啊，后面那个什么这个反右啊，什么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3年大饥荒啊，这个6次屠杀呀，镇压法轮功啊，
共产党镇压白纸革命，这共产党活摘器官等等干的那个魔鬼的事情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他怎么可能走向宪政民主？走上宪政民主的话，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共产党高官都会被起诉的问题，他们都得被送上法庭，他们又是如此的贪污腐败，对吧？他们都会被送上法庭，他是不可能走向民主宪政的。而且他干了这么多坏事的时候，任何一个人只要敢说真话，你就是共产党打击的对象。因为你一说真话，你就揭露共产党的腐败了；你一说真话，就揭露共产党犯的那些罪行了，活摘器官呐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些这个良知啊，你看到不平的事情的话，你想要发生的时候，那么你就是共产党打击的对象。所以共产党的话，他要让每一个人对他的恶行麻木习以为常。咱们就不说别的，1989年的时候，当时一说到腐败的时候，全民都很痛恨。现在你提到腐败的时候，其实哈，大家每个人从心里边的话，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物质欲望的时候，我敢说大多数人的心里边的话是羡慕的，而不是腐败。他痛恨腐败的话，不是痛恨腐败本身，而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痛恨自己没有掌权的机会。所以我想说，就是共产党他从这个8964到现在35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对于腐败从过去的痛恨变成了羡慕，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道德败坏的过程。共产党它存在一天，人民的道德就会往下滑一天，非常可怕。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两本书啊，一本书是叫做《九评共产党》啊，还有一本书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啊，你好好看一看就知道，共产党它就是通过败坏道德去毁灭这个社会。当这个毁灭社会社会毁灭了之后，这个整个人类的文明就毁灭了。任何一个社会的文明能够存续、能够发展，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协作的话，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好一点的就是关爱，差一点的话，它也有法治来约束，就是大家都按照规则办事。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协作之后的话，咱们才能共同把这个社会繁荣嘛，然后互相之间拉一把，对吧？让这个社会能够存续，能够往前发展。共产党把每个人变成坏人，让大家互相之间不相信，互相之间不相信的话，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恶果了哈。过去比如说我说我要让你盖个楼，我肯定给你钱，对吧？我先交你工程预付款，我给你预付款的时候，我知道你肯定会把这个楼盖起来，盖完了之后的话，我知道这个等个你的楼盖完之后的话，我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你啊。完了之后这楼买完之后的话，我会把这个房子卖掉啊，注重质量啊，把这个楼保质保量的啊，完成了之后的话，我再把它卖出去啊，我再赚钱。这就是一个协作的过程。但是呢，如果我让你给我盖房子，然后呢，我不给你钱，我骗你一次，你就破产了，对吧？然后的话，你怎么办？你盖房子盖了一半的话，那你手下的那些农民工的话，他还跟你要钱呢，对吧？那你怎么办？现在就说中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就是盖房子的话只能日结，干一天给我一天钱，你不给我钱的话，明天我就不来了，只能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人和人之间真的是没有信任的。你想在这种日结的情况下，你这个团队的话，你能带得住吗？你今天他在这儿，你这儿干了，明天你就不给钱之后，他跑别的地方去干了，你还得再临时再找一拨人，没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合作，互相之间都没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你说你盖出那个房子质量好得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哈，就是说我觉得共产党在败坏人的道德的时候，影响到方方面面的事情啊，非常非常的可怕。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很多人对共产党真的是缺乏认识啊，真的是缺乏认识。其实有人说是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反共，然后你就支持民进党？其实我对于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话，我不站队的啊。你这个事儿做得对，我就说你做得对啊；你这个事儿做得不对的话，那我也要批评的。你像蔡英文哈，他昨天5月19号嘛下班了啊，那就是他到点了啊，这个他最后一天上班了，等于是离开总统府，夹着包啊，风尘仆仆的离开了啊。操心了8年，把台湾经济搞得很好啊，这个是值得鼓掌的啊，点赞的。但是蔡英文干的另外一件事，我看之后我是非常不以为然，就他请那个所谓的变装皇后啊，到这个总统府去跳舞，还是到哪儿去跳舞？我真的觉得很恶心。你怎么能够你怎么能够去欣赏这样的东西呢？非常典型的美国左派的做法，是吧？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时髦的这个做法，反正我是接受不了的。我就觉得整个这个民进党有一些人呢，他们呢有很多的观点的话是比较偏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他也反共啊，但是有点像拜登这种反共啊，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对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我不站队啊。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对，比如说如果你国民党你
认可中国文化啊，那我觉得OK 好，我也觉得这是可以点赞的啊。但是你跟共产党走得太近，那我是一定要批评的啊。所以我觉得我是不站队的啊。OK， 好，那么咱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哈，这个下一个问题，张教授，我在中国的时候以为中国代表正义，来美国后以为美国代表正义，现在发现似乎不是这样。中共由美国亲手养大，20年前你们就写了酒瓶这种文章，我不信美国政府看不破他们的真面目。但美国还是和他们合作了这么多年，说明美国一直是为了短期利益，就是钱，一而再的抛弃自己的底线，终使怪物长成。在这次较量中，似乎只有丑与更丑。请问教授怎么看？世俗的权利没有任何一个权利是完美的啊，世俗的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完美的。美国的制度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完美哈。那当然是跟谁比了？那比中共是好多了，是吧？比台湾也强，比很多我觉得欧洲的这个它的制度都要好。美国是新罗马嘛，就是它实际上是继承了希腊罗马最好的部分，设计了美国的制度，也就是希腊的民主。希腊的民主其实有点像民粹哈，因为它没有法治嘛，就是像什么陶片放逐法呀，像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公民大会，就是可以处决苏格拉底啊，就是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它的民主是比较幼稚的哈，但是它有民主。然后呢，再借鉴了罗马的这种共和制度，也就是权力制衡啊，元老院对这个执政官的这种权力制衡啊，它还有很多其他别的罗马的那些制度被美国继承过来。那包括后来这个在启蒙时代，像洛克提出的司法独立啊，这个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啊，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美国是吸收了人类很多非常正面的这种政治哲学吧，啊，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制度。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的制度是很好的，但是呢，它并不等于说美国就什么都代表正义。而且我觉得一个制度再好，具体执行制度的还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嘛。现在的美国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美国代表正义，而是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教育衰败了啊。衰败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这个孩子们呢，就像我刚才提到蔡英文看什么变装皇后这种，美国的小孩也看这个。美国小孩从小就给你灌输很多的那种什么张有2个爸爸，什么 Amy 有2个妈妈什么之类的，就给他讲这种同性恋的家庭啊，就从小就给他讲这个。然后呢，这个搞什么变装皇后秀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个男的冒充女的，穿的特别暴露啊，完了之后跳那种稀奇古怪的舞，头发的染的那个五颜六色的，反正我真的是完全接受不了。就是美国现在被左派搞得很厉害，所以你想美国怎么可能代表正义呢，对吧？美国只能是说代表相对的正义啊，真正的正义的话，只有在神那儿才能够找得到。那至于说这个美国这个对中共是不是了解？美国我们只能说，美国有一些人，他们对于中共来说还是认识比较清醒的。我记得我问2004年发的那个酒瓶嘛，2005年当时我们在就是征签的时候，我忘了是在国务院前面还是在哪征签的时候，当时是我们的 DC 的就是也是我们叫同修了，就是跟我一块练法轮功的嘛。他们当时在这个征签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叫拉姆斯菲尔德，他就在我们那个酒瓶的那个三退的那个征签簿上就把自己的名字就签上了。还有很多人其实对这个酒瓶评价非常高啊，包括捷克的总统啊，还有很多对酒瓶的评价，人对酒瓶评价非常高。美国我相信很多智库的人他们是看过酒瓶的，但是呢，智库和美国的政府之间还是不一样。美国政府很多人其实从这个克林顿时期就很亲共，克林顿整个他们夫妻2个人都很亲共。当时中共加入世贸就是克林顿推动的嘛，2001年的时候推动的嘛，就克林顿的就是任期，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啊，由他来推动的嘛，就是这中共加入世贸。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小布什上台之后的话，他也很亲共。小布什很亲共是因为老布什很亲共啊，老布什原来在北京做那个代办的时候，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没有大使级外交关系，老布什做中国代办的时候，他就很亲共。他甚至6·4之后直接派出特使跟邓小平说，我不得不制裁你，因为民意如此，我也没办法，我自己不想制裁你。这老布什当时就赤裸裸的跟邓小平讲这种话，所以老布什也很亲共，小布什也很亲共啊。2008年的时候，小布什不是还跑到北京去看奥运会嘛，对吧？他也很亲共。然后呢，美国的华尔街啊，当时是觉得中国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在这种民选的这种体制里边的话，官员是看选票的
选票的话呢，是看你这个 campaign 的力度的，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够让更多人对你的政见有了解。而你 campaign 的话，就是这个选举活动的话是需要钱的，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美国的很多的政客的话，他们会被那种大的利益集团所左右。所以大家记得我看过索罗斯啊，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那个开放社会基金会那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他呢就是民主党的大金主。当时 Hillary Clinton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索罗斯无论说什么我们都答应啊，他想干什么我们都答应。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些人他们是被利益所左右的。那这样的话，他们就要听大财团。大财团的话，那时候中国有钱嘛，对吧？那就很多人到中国挣钱嘛，所以大财团这个他们都支持共产党，华尔街的人支持共产党啊。然后呢，这个整个总统这边啊，不管是奥巴马也好啊，或者包括这个小布什也好啊，包括之前克林顿也好啊，民主共和两党那时候的话，他们都比较亲共。他们那时候的话，当然表面上的话还是有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啊，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让中国走向民主化啊，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嘛。就是尼克松写的那本书叫《1999不战而胜》啊，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而且那时候中共小啊，他们觉得这个跟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啊，他觉得这个我随时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如果你真有问题的话。但是呢，最后结果是，就是我们都看到了哈，就是美国人开始跟共产党合作。其实2001年的时候啊，一度当时美国人对这个法轮功的迫害啊，就是在美国在这个中国遭受的迫害，美国人当时是很清楚的。而当时这个小布什他也是想做一点什么的。小布什在刚刚法轮功遭迫害的时候的话，他讲了一些正面的话，当时包括美国国务院也讲了一些正面的话。结果后来不是911发生了吗？911发生之后的话，小布什他要反恐，反恐的话，他是把伊拉克作为邪恶轴心啊，还有那个伊朗，还有那个北韩。所以当时小布什要打这些仗的时候的话呢，他希望能够得到中共的支持。然后后来当时北韩不是后来又爆炸原子弹嘛？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04年是吧？核试验完之后有一个六方会谈，感觉好像就是说当时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他们很多方面的话都要跟共产党合作啊，就出现了就是说后来美国很亲共的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就是政客在做决定的时候的话，他可能会做一个道德决定，但是的话，他一定会权衡利益的啊，在利益这方面的话，他会考虑的非常的这个仔细啊，算账算得很清楚的啊。就我做这个之后，对我连选连任，对我党派是不是有好处啊？他们一定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美国的这些政客，包括像拜登哈，他现在虽然反共，但是呢，他想跟中共脱钩的时候，他发现不行，因为如果你现在强行脱钩的话，美国经济就完了。美国经济要完的话，他的这个选举肯定就完了。所以他虽然严厉的在抨击中共的时候的话，在脱钩的时候的话，他只能慢慢一点点撕开，一点点撕开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就是说你不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考虑那么多的问题啊，他们考虑的问题，可能他们看到的东西，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会多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不管过去他们亲共这个理由是不是自己骗自己，现在他们是醒过来了啊！我觉得只要醒过来了就好啊，总比这个呼噜呼噜的这个真的假装装睡更好。我不知道这个您说的在这次较量中似乎只有丑与更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的是川普和拜登之间的这个选择？是不是？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以前说过哈，在国际事务上啊，在反共的问题上，我觉得拜登做的还是不错的啊。最好的就是他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联络盟友，包括建立亚太小北约呀，包括他在这个做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高科技禁运方面呀。军事上的这个亚太小北约啊，然后呢就是包括在这个经济上，他跟欧盟这个合作，对中共加关税啊等等这些东西哈，我觉得拜登做的都不错。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哈，就是产品也好，它会从四面八方的进来啊。你禁运中国的话，中国可能先给墨西哥啊，给泰国啊，给孟加拉或者给越南，完了之后从那边过来。防不胜防，如果你不能够联络一批盟友的话，你堵住一个窟窿，其他还有9个窟窿没有堵上。所以拜登呢，他联络盟友这方面做的真的，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哈。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点赞的。但是呢，拜登的国内政策我真的是不认可，我觉得拜登把美国这4年搞得真的一塌糊涂。川普的话呢，我比较认同他的这种国内政策啊，比如恢复美国的传统。但是呢，国际上川普奉行一种孤立主义的做法，这个其实对于台湾来说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不过呢，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也经常讲美国3权分立嘛，立法、行政、司法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联邦、州、地方政府这个3级权力的这种分权。所以美国的政治实际上是一个9宫格是一个3×3的9宫格，而美国总统只占这个9宫格中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哈，就是我觉得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制衡力量，让美国做好事可能效率不那么高，但是呢，做坏事的话它也很难啊。这个我刚才在那个天亮时分那个频道里边，就是也提到这个事儿嘛，就是美国当时想通过那个为人民服务法案是吧，干坏事嘛，就民主党通过那个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法案后来被共和党挡住在参议院挡住。所以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就是大家对美国呢，既不要觉得美国是一个像神一样的国度山巅之城，神一样的国度什么都好不要这样想美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对美国太失望因为我觉得美国的人民现在还没有完全变坏所以呢，就是美国它的保守主义思想还有回潮的这样的机会。OK， 好吧，那咱今天也在这聊了35分钟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这个觉得我们内容不错的话，麻烦大家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让我们这个频道的话也能够尽快的起来。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